沐雨，我没有见过你，看来谢家藏了一柄很好的刀。我时常问我师傅，我的刀法如何了。师傅总说，我的刀法在暗河这一带中已是第一，但比起剑术第一的苏沐雨，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你师傅是谁？谢家，谢七刀。七刀叔是个很不错的老师，你是他的弟子，难怪可以走到这里。我不要你言语上的称赞，你对我最好的称赞，就是与我一战。苏沐雨，就此放手吧。修为，你来了。你不要打扰我们之间的对决，若是你动了手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在威胁我？只是告诫。那便如你所愿。我要对战的是你的剑，而不是一柄破伞。散即是我的剑。你知道我想看什么？难道是我没有资格让你使出18剑阵吗？用你的刀来看我的剑。好。空息之术，这是谢家的不传绝学，堪称无敌。苏沐雨。你再不出剑，便要死在我的刀下了。你的刀法确实很精湛，无愧七刀叔称你为本代最强刀客。但他的另一句话说的也很对。什么？你我之间的差距，犹如鸿沟。18剑阵起！这便是18剑阵，仅靠一人就能操纵这么多的剑人。这一刀值得敬佩。18剑阵便只是这18剑吗？为何不能是180剑、1800剑？18000剑！方才那一剑叫什么？飞刃散落，宛若暮雨，
长剑如虹，一击致命。方才那剑以我为名，便叫沐雨。以剑为名，以后我也要创下一刀，名叫不懈。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你战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刀。可刀是死物，你需要去寻找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事物和理由。理由？我不明白。就像我必须要战胜你，因为我不能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，可是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尝试寻找。你这是要走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任何人。深夜，深夜且在里面等等，我先出去探探情况。好。穆家少主，穆白，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，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，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撑住，苏雨。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，也无九章机。走。暗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了，这哪是刺客呀，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巢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失策，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，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。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了。
你的天地转瞬即逝，我的天地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庆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我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现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、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各位施主，请吧。慢走不送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整个寺庙都翻遍了，怎么就找不到尸体呢？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翻过，捉迷藏的关键是越明显的地方就越容易被忽视，俗称灯下黑。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你们这儿熏这个香，味道真的很刺鼻啊。还有啊，他们的尸体是不是就在这儿啊？那座罗汉里面装的就是谢瑞的尸体吧？你们都知道了。志远，其实，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罗汉堂的时候，就发现右边那个罗汉颜色很鲜艳，跟外面几尊无异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正常的，直到我刚刚发现，左边这尊罗汉颜色变得非常的鲜艳，而右边这尊呢，颜色又恢复了，所以我才意识到，原来之前我一直忽略了光线的问题。如果是同一个色度的罗汉，时间久了，自然都会跟右边这尊一样，也会变暗。而左边这尊之所以会颜色鲜艳，那是因为刚刚涂的颜色。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，左边这具应该就是谢瑞的尸体，而右边这尊里面是之前那位张仁的尸体。你说的没错。而且所谓的古塔，只不过是你们故意向外散播的一个掩护。前来的旅者因为都是冲着宝物来的，所以自然就会以为你们不让人靠近古塔，是因为古塔里面放了宝物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上当了。昨晚我们在古塔底下蹲守，正好让你们有机会，好对谢瑞下手。那晚张仁是在古塔，凶手其实就在塔里。为了不让尸体的身份曝光，就和他的帮凶一起把尸体给转移了。所有的古塔转移者都会像我们一样，只上到了第5层，而这个时候，凶手就会放下这级楼梯，把闯入者引入第6层，然后再利用这些痕迹来混淆视听。接下来，将他们杀害。对。之前朝廷派来的暗探，也都被你们杀了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
都是我杀的，和其他僧人无关。支援。李少卿，这就是坊间传播的前朝的藏宝图。既然当今圣上如此渴求，我就把它送给他。你带回去告诉他，前朝最大的宝藏就是江山稳固，百姓平安呐。我们没能守住天赐的宝藏，还请传到圣上手里，一定要多多的珍惜。江山稳固，百姓安居。代卿，托你吉言。启禀陛下，经此一役，那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了默契，包括公孙四娘对李治的态度，也似乎有所缓和。哦，在庙里的时候，有数次机会。他可以对李治下手，却迟迟没动。臣以为，勇悍如他，也被李治的诚心和善念打动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几个年轻人已经可以委以重任，替朕办真正的大案了？陛下英明。那好，开门，放虎。臣遵旨。老爷，您看这天上月朗星稀，今夜又有一颗长星啊！这1个月内，已经有5颗长星出自东南，此乃不祥之兆啊！哦，老爷。啊，孙仲啊，你去看看少爷睡了没有？是。老爷，公子呢？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大志，大志。知道吗？昨天晚上，陈家公子死了。哪个陈家？药商陈佑昌家。你说，会不会是他家卖了假药，引得仇家上门？哎，我还得告诉你啊，陈家公子那死法，可真了不得。那你可得快说，快说，怎么个了不得法啊？
听人说呀，是他自己剖开肚子死在房间里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剖开肚子啊！哎，我看过一本书啊，是蓝宇笑笑生写的《熏怪录》啊，他那个第1篇写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，你太神乎了那个。哎呀，吃饱喝足了吧？萨摩呢？慢走。萨摩呢？三炮。萨摩多罗。走吧。各位官爷，官爷请，请。死了有5个时辰，看样子致命伤就是腹部的刀伤，肚子被剖开，凶器应该就是他手上的这把匕首。这么说，这是自杀呀？若是自杀，用找大理寺吗？据陈友昌所说，死者昨日还说要去蜀地游历，怎么可能当晚就自尽？没错，尸体口张、眼睁、发结松散，他杀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至于详细的死因，还需要运回大理寺做进一步的检验。写的什么啊？长星横天，必有灾也。次日，书生手持利刃，剖腹死，盖灾星或人也。对上了，对上了呀！对上了。死者死法跟书里一模一样。我早就听过这个蓝雨笑笑生血之怪，近起来颇有些名声。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是谁啊？是小的。回官爷，正是小的。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况？昨夜，我家主人从外面赴宴回来，小的与主人回房歇息，只见一颗斗大的长星从东南划过。挑重点的说。啊，回官爷，我家主人好像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，叫小的去少爷房间看看少爷睡下没有。小人看见少爷的房门虚掩着，推开房门，只见少爷伏在岸上，满地都是血啊！这一定是灾星上身了呀！那你昨晚最后见到陈南之是在什么时候？我家主人出门以前，少爷就进屋说要自己读书，就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哦，哎，那你们家主人还有你们家小姐呢？他们在哪里？我家主人受惊过度，现在还在房里休息。小姐前日得了郁症，一直卧床。这少爷的事情，小的到现在都不敢跟他讲。
官爷，千万要给小民做主啊！你们家公子平日有什么仇人没有？南芝平日就不爱打理生意，交往的也都是些书生。要说仇人，最多也就是诗文上纷争罢了。我看陈南之桌上放了一册《凶怪录》，你之前可曾见他读过此书？小民以为，志怪传奇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。况且这神神鬼鬼不好招惹，所以往日都不许南芝沾染这些东西。你可相信鬼怪上身的传言啊？南芝不会是罢了。南芝，你先回房休息，我们再四处看看。是。孙仲，留下来好好招呼几位官爷。是，主人。那边那位书生打扮的人是谁啊？哦，那位是小姐的教书先生，姓柳。柳先生，请您过来一下。柳延怀见过官爷。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就做了教书先生，想必一定文采过人吧？官爷高抬，小人在家中种过秀才，只因家贫无缘在世，便留在长安做了教书先生。柳先生与少爷有过交情，是少爷力荐柳先生留在陈家的。哦。凶怪录，城中最热的，看一看啦！凶怪录，城中最热的。哎，老板，这本书很火吗？那还用说吗？陈家公子一死，今儿早上卖了100多本了。哇，这个蓝雨笑笑生是何方神圣？这个蓝雨笑笑生可是个神人呐，笔法简洁锋利，故事曲折骇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没人知道他是谁。哎，我都说这么半天了，几位不来一本吗？既然有了，那再看看别的。这书哪里印的？扉页上写着无涯书局。走，到无涯书局玩玩去。这是今天整理出来的系列，一共5篇，您看一下。来人！大理寺办案，把你们掌柜的叫出来。官爷，请稍等。几位官人有何贵干？你就是书局掌柜的？哦，不，小的只是一个管事。那你们掌柜的去哪了？掌柜的8年前去世了，将书局留给了邵掌柜。可邵掌柜天生爱玩，半年前出去游玩，一直没回来。现在书局由我来管事。可听说药伤陈家公子之死？哦，有所耳闻。那你可知道，陈公子的死法和你书局印的《凶怪录》中一则志怪故事一模一样？小的明白几位官人的来意，只是书局只负责挑选和售书，蓝雨笑笑生与书局之间向来只是书信联系，从无当面往来，从无接触。官人们如果想接着查案，可以去风华楼问问。那几个写传奇和戏本的书生，都爱在风华楼谈天切磋。小的这边忙不开，先行告退。三炮，萨摩呢？啊？不知道啊。他在那儿。萨摩，你是过来办案，还是过来开小灶的？就是啊，好歹分我2口啊！哎，自己买去。找才子切磋这种事情，
你们俩去干不就行了？等我吃完这碗面呢，我去看看双叶验尸验的怎么样，然后就叫他上店里吃饭。吃饭？你这不是吃饭的吗？吃2顿不行？撑死你啊！老板，再来碗牛杂。就你这饭量，皇上都养不起啊！哎，谢谢啊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致命伤就是腹部的刀伤，但是，它是什么？如果是自残的话，会因为腹痛，入刀口深，出刀口浅；但如果是他杀的话，配合一下呀，他就会拼命的挣扎，伤口必然是深浅不一。可是这具尸体上的伤口也未免太过平整了。那会不会是他死之前被迷晕了？正在做检测呢。稍安勿躁啊。防火防盗，小心火烛。娘子，是我。快来人呐！出事了！快来人呐！出事了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哎呀，李少卿啊，您总算是来了，您快看看吧，来看看。早上我来服侍我家小姐吃药，可是她好像没气了。怎么这么香？你们小姐平时都点这样重的熏香吗？我们家小姐身体不好，从来都不爱点香。尸体没有一点伤口，难道是中毒？哎呀，到底是谁对小姐下如此狠手啊？哎呀！万子，不许进！让我进去！别拦住我！万子，万子，出去！让我进去！万子，不许进！再敢胡闹，我就把你带回大理寺。有女子夜难寐，行至院中，遇疑男子俊朗有异香，情深随好合。每日4经，两人房中相会，长此以往，女子欲偏乏，终卧床死。盖狐仙摄魂也。狐仙摄魂，狐仙摄魂，你们听过没？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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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在门口吵吵打扰大人办案。行，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走，都走。真是，哎，大人，对不住。嗯，啊，大人，这间就是柳先生的房间。
怎么乱成这样？哪有读书人的样子？那小子果然有问题。柳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趟大理寺。我们在你房间里找出了凶怪录的草稿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脱不了干系。你们是怀疑小生是凶手了吗？柳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叫你蓝雨笑笑生啊？哎呀，得亏啊，抓到了这个蓝笑笑啊，不是蓝雨笑笑生，要不然啊，他还躲在府里，多危险啊！啊，这不愧是药商啊，这身上苦不拉几的。这凶怪录有好几十章，要是每章都这么死一个人，那长安城还不得血雨腥风啊？那个柳连怀带回大理寺，还在审一审。哎，还审啥呀？就是他。哎，怎么呢？走吧。哦。请，1日3次，按时服药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慢走啊。哎，老板，问你个事儿啊，昨天是不是有个书生模样的人来你们这儿买药啊？哦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哎，他买的什么药啊？这病人的隐私，我怎么能随便？懂。可以讲了吧？哎，不瞒你说呀，那个书生买的是……柳延怀，你与陈家姑娘私通，却被陈南之发现。看你不过一介穷书生，他当然会阻止。于是你便暗起杀心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你便用书中的手法杀人，造成一种志怪杀人的假象。但你没有料到的是，陈家姑娘发现了你的秘密，所以你只能将她一同杀害。这凶怪录是抄自你的戏本，还有谁会比你更清楚里面的作案手法？官人，小生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可知道，陈家姑娘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她的头部被插了一根尖细的银针，此乃死因。你手段何其毒辣！柳延怀，你可知罪？柳延怀，你可知罪？来人呢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这都要结案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这个柳延怀根本不是凶手。什么？官人，小生真的没有杀人啊！你的推论是没错，可是其中有一个地方错了，所以整个推论都是不成立的。这是当时柳延怀去药铺抓的几味药。当归、白芍、艾叶、厚朴，这是安胎药的方子。安胎的方子。我和婉在是真心相爱的。昨日我见你从张家药堂出来，就觉得好生奇怪。明明陈家就是最大的药商，何必要跑大老远到张家药堂去买药？婉在，他想让我买打胎药，可那毕竟是我们的孩子，我实在不忍心。那凶怪录是怎么回事？我原名柳延怀，1年前来到长安，化名柳叶刀。你说你是柳叶刀，那蓝雨笑笑生你可认识？陈南之，他就是原先的蓝雨笑笑生。他用我的戏本
改成一篇志怪，一举成名。我自此封笔，他却再也写不出来了。于是，他在我回乡之前找到了我，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留在他家，为他做代笔。那你化名成蓝雨笑笑生，写的东西是怎么交给书局的？写完了，先给陈公子看一眼，没什么问题，就让孙管家送到书局去。我从未听过有人愿意为剽窃自己作品的人代写。小生自然是有难言之隐，家母病重，急需用钱。我原先对他是心怀怨恨，可我与婉在情投意合，便不再计较这些陈年旧事了。这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即使你不会杀陈婉在，但你杀陈南之的动机还是有的，而且你还没有不在场证明。那天晚上我在婉在房中陪他，昨天晚上也是，一直待到4更。我可以对婉在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陈南之。即便如此，你现在也脱不了嫌疑。来人，先将柳延怀收押。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我可以对天起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大人，我总觉得这柳延怀不像是凶手。你是在质疑老大的办案水平喽？如果这柳延怀与陈家小姐是真心相爱的，按照他的说法也能说得通。而且柳先生面相和善，并不像是面相。死人玩多了，改相面了是吧？切，你也不用白我啊。这样，那你说说，除了这柳延怀，谁最像凶手？这。好了好了，看你们愁成这样子，把那个柳延怀交上去，不就什么都完了吗？第一桩是仇杀，第二桩是情杀，没有人会在意什么打胎药、保胎药这种东西，谁会细细追究啊？动机是什么呢？谁会希望这2个人都死呢？如果这柳延怀不是凶手，那么这2天我们被真正的作案者在牵着鼻子走，以为这个写凶怪录的人和这个案子有脱不了的关系。这凶怪录依然很关键。假设柳延怀是清白的，那么凶手能够用凶怪录去诬陷他，说明凶手知道他在写凶怪录。还有，柳延怀说昨晚他在陈婉在房间直到4更，所以凶手是知道他是何时回房的。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在陈家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跟凶怪录有关，也有可能是乌鸦书局的人。哎，思念啊，你认不认识乌鸦书局的老板？你帮忙打听一下呗。包在我身上。您来了，多亏了您，我们家公子和小姐才能死得瞑目啊。你家主人最近可好了？老爷在房内歇息，大人请在厅堂稍等片刻。啊！有贼！大人，大人先留步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快去！站住！来人呐，抓贼呀！
还是长安好啊，茶闻着都比别处的香。子苏来了。子苏，我前几日出长安帮内的办事去了，听说你们最近在查一个志怪杀人的案件，一回来就先来这儿了。来得正好，我们前2天查到的线索，全都断了。我今天呢看到陈佑昌，他家里有一个那么大的灵芝，然后呢他还跪在蒲团上，对着大灵芝，嘴里面念念有词的，好像在祭奠什么似的。哎呀，那个陈佑昌一连死了1双儿女，那人家在家里祭奠也很正常吗？他多可怜呐！他家里没有厅堂，他干嘛不去那里伤心呢？再说了，哪有父亲跪拜自己儿女的？还偷偷摸摸的在祭拜，一定是另有其人。哎，不过你刚才比划那个灵芝也忒大了点吧？是吧？啊，我就跟萨摩说嘛，要真有那么大灵芝，早就成精了。你肯定看走眼了。真的有这么大灵芝啊？子苏，你说说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灵芝啊？我倒还真听我爹说过，京城有这么大的灵芝。真的？但是好像早掉江里，无处可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20年前，鲁郡有2个采药人，一个姓周，一个姓陈，两人一起在深山采到一颗大如铜盆的灵芝，就立马通知知县上报朝廷，朝廷就让他俩把灵芝送到长安城。谁料途中遇到水匪，周家人全家都死了，陈家人倒是侥幸逃脱了。又是姓陈，那这案子后来破了吗？没有记录。那陈家后来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大概继续回去采药了吧。那你说这灵芝怎么会到了陈佑昌的手里呢？说什么呢？这么大个长安城，有几颗大灵芝很正常。大灵芝虽然是稀有药材，但陈佑昌人家是大药商啊，大药商有大灵芝，很奇怪吗？大药商有大灵芝不奇怪，可是没事拿个大灵芝出来拜，这肯定有问题。这个陈药商确实有问题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聊个大灵芝。什么大灵芝啊？要你管？哎，司令，这陈佑昌是哪里人？鲁郡的。那他原来是做什么的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朝廷命官也是人呐，不带这么欺负的啊！哎，这么看，当年的水难另有隐情。我看这个陈药商确实有问题。快！官爷请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俩门口守着。官爷，你家主人在哪儿？请跟我来。官爷，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家主人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啊，请。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大仙在上，保佑子乔之源，脱胎转世，永登极乐。啊！大仙在上，保佑子乔之源，脱胎转世，永登极乐。大仙保佑！老爷，您没事吧？
没事。那您有事儿您就叫我。好。二位官爷，辛苦了。我查到一件事，这无涯书局的老掌柜曾经收养过一个姓周的男孩。周家？难道是被害周家的后人？单知道一个姓，并不能确定男孩的身份。你可知道他名字？他叫周知远。